欢迎收看 A 战创世纪。本项研究成功拨开了大模型的黑盒，揭示了 AI 学习逻辑推理的极简机制。研究者通过符号化间接宾语识别任务发现，仅需2个注意力头就能涌现出完整的推理回路。其中 Head 0负责处理基础的位置对齐，而 Head 1则专注于深层的语义对比。这种极简配置在 IOI 任务中实现了 98.5% 的准确率，有力证明了极少量的神经元即可承载复杂的逻辑推理。面对如此优雅的极简回路，现实中的大模型却面临严峻的黑盒困境。这些模型拥有数千亿个参数，内部布满了错综复杂的残差连接。非线性计算的大量叠加，使得我们极难追踪 AI 的真实推理路径。这种不可解释性导致外界完全无法洞察模型内部的思维链路。机械可解释性是破解黑盒的破局之道。研究者不再从千亿参数中大海捞针，而是搭建起极其纯粹的受控测试台。通过从头训练剔除干扰的玩具模型，我们可以像拆解机械手表一样，逆向工程出 AI 推理的最小计算回路。间接宾语识别任务是验证推理能力的试金石。在示例句中，主语 John 先后出现了2次，模型必须精准识别这种指代关系，并利用逻辑排除法确定 Mary 才是间接宾语。这套过程能有效衡量 AI 理解并处理复杂实体关系的能力。为了探究纯粹的推理机制，研究者将任务提纯为符号化版本。词表被严格限制在6个名字和2个特殊符以内。在 BAAB 或 BABA 这样的模板中，模型失去了语法干扰。它必须仅依靠位置与指代逻辑，在符号序列中精准找出目标。这种抽象化处理确保了模型只能通过逻辑运算来解决问题。配合提纯后的任务，模型架构也被削减到了极限。研究者剔除了所有非线性前馈网络和层归一化模块，只保留最原始的注意力机制。该模型的残差流与注意力头维度均仅为8，词表大小也只有8。这种极致简化的架构迫使 AI 必须在极端约束下完全依靠注意力机制来破解逻辑谜题。即便任务如此纯粹，最简单的单层单头模型依然遭到了失败。测试显示，该架构的准确率仅为 50% 左右。热力图反映出，当查询词为 MID 时，模型对2个候选名字分配了相等的注意力。这意味着，模型虽然知道答案2选1，但完全无法在2个名字之间做出正确的逻辑判断。单个注意力头失败的根源在于功能的致命冲突。QK 矩阵负责寻找正确的指代目标，而 OV 矩阵则负责将目标信息搬运到输出端。这2个任务在一个通道内很难兼容。这种机制限制使得单个头无法同时胜任裁判与搬运工的角色，导致逻辑回路在此时断裂。转机发生在仅增加1个注意力头之后。1层2头的模型在任务中瞬间达到了100%的准确率。在极其有限的参数空间里，模型通过2个头的并行协作，成功进化出了一套优雅的解决回路。这一结果不仅解决了先前的功能冲突，更证明了极简架构在特定逻辑任务下的巨大潜力。在 EL2H 模型中，2个注意力头自发演化出了绝对专业化的角色。Head 0扮演了照单全收的角色，他平等地关注句子开头的2个名字，而 Head Y 则承担了逻辑重体力活，专注于精准追踪主语和上下文的变化。这种高度解耦的分工机制为模型构筑了完美的推理基础。Head 0是一个纯粹的位置头，它几乎无视了名字的具体语义。核心工作是抓取2个候选答案的位置信息。通过热图可以观察到，当查询词为 MID 时，它对 S1 和 S2 位置表现出强烈的关注。随后，它将这些信息打包，通过加性叠加的方式同时输出2个候选名字，输送回残差流中。Head 1则是推理的核心动力，扮演着上下文抑制器的角色。它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，能通过主语线索锁定被重复提及的错误答案。热图显示，当查询词为 MID 时，它精准定位到了错误名字的位置。随后，它将产生一种对比抑制信号，准备在输出前将其剔除，从而实现逻辑上的精确筛选。这种协作在残差流中展现为一种数学上的加性对比回路。Head 0提供了包含2个候选者的基础向量，而 Head 1则贡献了正确项减去错误项的差异向量。当2条路径的信息在流中汇合，Head 1的抑制信号恰好抵消了 Head 0中的错误选项。
这一过程不仅放大了正确答案的权重，更形成了一套完美的闭环推理机制。为了从数学上验证这种抵消机制，研究者引入了矩阵频谱分析。通过观察注意力矩阵的特征值，我们可以精准量化模型是在放大还是抑制信号。通常，随机矩阵的正负分布是平衡的，但该模型的极端偏移揭示了其底层策略，即利用负特征值进行抑制，而正特征值用于放大。在 QK 回路中，两个头的分配策略呈现出显著分化。AKD0 的特征值集中在0附近，展现出一种中立的探测意图。相比之下， AKD1 的实部特征值大量分布在负轴，最远达到了负 17.5。这种压倒性的负特征值拉扯，赋予了黑 D1 极强的抑制动态，使其能够精准屏蔽干扰项。在 OV 回路中，信号的写入策略也发生了突变。HEAD0 作为纯粹的搬运工，其正分数达到了完美的 1.00， 负责完整复制信号，而 HEAD1 扮演了反转扣除者的角色，其大量特征值向负值延伸。这种设计意味着它在搬运信息的过程中施加了反转操作，从而直接从残差流中扣除错误选项的权重。在极限测试中，研究者尝试切断模型的位置编码，尽管准确率从100%掉落到了70%，但系统并未彻底崩溃。模型内部竟然涌现出了一套备用策略，开始通过挖掘词嵌入的语义内容来补救。这证明位置信息虽然是推理的加分项，但并非模型唯一的生存命门，其内部逻辑具有一定的鲁棒性。除了单层双头的并行协作，研究者还探索了两层一头的演化路线。当模型深度增加而宽度减少时，它同样能够完成推理任务，但与平行的分工不同，这种 2L1H 架构演化出了更具大模型特征的层级组合行为。Layer 0负责初步处理，而 Layer 1则在更高层级进行抽象，这体现了逻辑推理在时间序列上的递进逻辑。在 2L1H 架构中，模型通过一种跨层接力的方式实现通信。第一层作为前置情报源，将收集到的指代信息精准聚合到 S2 站位符这个中转站上。第二层则直接读取这些情报包，对最终答案进行精准打击。无论是 BAAB 还是 BABA 模板，这种隐式的上下文通信都确保了逻辑信息的无损传递。对比来看，三种极简架构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推理拓扑。1L1H 架构因为单头无法兼顾探测与复制的矛盾，导致逻辑回路崩溃。1L2H 架构则通过完美的并行分工，涌现出了优雅的加性对比闭环。而 2L1H 架构选择了串行组合路线，成功催生出了具备跨层情报接力特性的深层通信网络。通过横向对比，这三种极简架构展示了截然不同的推理拓扑。1L1H 模型无法兼顾探测与复制使命，最终导致逻辑回路崩溃。1L2H 模型通过并行的加性对比机制，实现了优雅的闭环协作，而 2L1H 架构演化出了跨层情报接力网络。这些不同的架构选择，印证了 AI 解决逻辑难题时的多样化路径。极端的任务约束成功逼出了神经网络极其简约且可解释的回路。这些发光的极简数字器官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奇观，而是理解千亿参数大模型底层思维的钥匙。通过这种以简驭繁的逆向工程，研究者正在逐步解构那些复杂黑盒背后的逻辑基石，看清这些底层回路将是通往透明 AI 的必经之路。